我這裡已經生產了400個終極材料納米碳合金，都装在这个罐子裡。像这樣子就完美的建立了我的終極材料納米碳合金的自動化生產線。這個生產線非常耗電了，但是非常值得，幾乎不用我操心。大家好，這個視頻我們來介紹異星探險家裡面最終極的材料納米碳合金。這個材料的自動化生產，這個生產線非常不好建造啊。因為它需要的材料是這個遊戲裡幾乎所有的那些高級材料的組合，最後才能合成那麼一個納米碳合金。所以前期的準備是有很多的，你需要獲取各種各樣的大氣資源，還有各種各樣的礦產資源，還要精煉。首先設計思路我跟大家講一下，之前我是寫在本子上的，但是我覺得寫在本子上有點 low， 而且不好拍，所以我就用 AI 生成了一個。現在這個 Gemini 的生成還是不錯的，我用的是Nano Banana 2。大概和我想的一樣，只是它的圖片是瞎畫的，大家看一下就好，不要看文字。第一個要生產的就是聯胺，生產完聯胺之後，然後再生產石墨烯，因為石墨烯需要聯胺。然後呢，再一個就是用石墨烯生產鈦合金，當然這裡需要有鈦的供應，這是之後我在視頻裡有演示。然後呢，這個鋼鐵的生產是一個獨立的生產線，它應該和鈦合金並排在一起。它生產完鋼鐵，它生產完鈦合金，這兩個一起用自動機械臂給最後一個納米碳合金的生產線，這就是整個生產線。說起來很簡單，但實際操作有很多非常不好弄的點。如果你不把那幾個點搞好，那它整個生產線是沒有辦法自動運作的，或者說沒有辦法半自動運作的，因為畢竟還需要人工添加材料，它不能說完全自動，但是半自動已經非常好了。說一下按照我的生產線需要的物品的種類還有數量。首先，大型資源罐，這裡一個是裝納米碳合金的，一個是裝碳的，一個是裝鐵的，還有一個是裝硬石的，這就4個了。裝石墨的5個，裝氨的6個，也就是大型資源罐是6個，大氣冷凝機是1個，化學實驗室自然就是5個了，因為需要5種材料嘛。自動機械臂需要6個，因為最後我這裡用了2個自動機械臂來收集材料。中型汽油罐裝氣體的需要3個，還需要2個中型存儲。當然你這裡可以換成別的可以裝物品的平台。超大型平台 C 需要5個，這裡還需要一個便攜式熔煉爐或者一個普通的熔煉爐，這就是需要的所有材料。當然你還需要非常充足的電力，所以說電力不足的話，你需要多建幾個核能發電機，也就是這個同位素發電機，它每秒產生4個單位的電力。多建幾個中號電池，它可以存儲電力；多建幾個風力，它可以把電能儲存在電池裡，這樣夜晚它就有充足的電能。多建幾個太陽能電池陣。至於做鋼鐵的碳從哪裡來，你可以做一個超大型平台 C， 它需要的碳呢，通過有機物精煉，有機物可以通過土壤離心機。那土壤離心機的土壤，你可以把它裝在這個中型液體或土壤罐裡，這個土壤你可以通過車去挖這個土壤。在這個頻道的播放列表裡也有相關的視頻，如果不知道怎麼做的話，可以參考一下。OK， 回到遊戲裡，我來說一下我的設計。如果你有更好的設計方法，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，不必完全按照我的。但是我的現在是已經能跑通了的。首先呢，你需要一個資源罐，我這裡用的是大型資源罐，這個氨，然後呢，我們還需要氫氣來用化學實驗室合成這麼一個聯胺。那這麼多東西加在一起的話，你如果是一個個往上放材料的話，就非常麻煩了。所以說你需要一個大氣冷凝機，還有這個化學實驗室自然是需要了。然後呢，這個資源罐你可以放大的，也可以放小的。為了你不要跑那麼多趟，你最好是放一個大的，因為小資源罐只能裝32個資源，這個大資源罐能裝400個，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差距。至於這個氨怎麼來的，你可以看這個頻道播放列表裡面有一個視頻，我講了燃料的可持續發展。那期視頻我很詳細的講了我怎麼精煉，怎麼找到這個氨的資源的。這個平台呢，你最好是選擇超大型平台 C， 只有它才能裝下這麼多東西。你要是弄小型平台、中型平台、大型平台，這就完全裝不下了。這麼多東西，你看這裡已經裝滿了，沒有地方了，最後也就空出來2個卡槽。然後這個自動機械臂當然是要裝在最後了，而且這個裝的時候也有考究，你可以按 C 或者 V 來轉動它。它這個綠色的是它拿取的地方。這個藍色區域是它放置的地方，而且它拿取的時候一定是要覆蓋在這個化學實驗室裡，等它產出聯胺你再拿。這個放置的地方也應該是在下一個化學實驗室裡，因為它要生產石墨烯，它需要放置聯胺。
或者說你也可以通過这大型平台它自己的自动傳动，比如说你放在这个空的卡槽裡，它需要的时候它会自动吸附过去，这个也可以。总之，这个自动机械臂的设计，你必须实现它从头到尾的抓取，它可以抓取连安，然后它可以把连安給到下一個石墨烯，然後這個石墨烯呢，它生產了之後可以被下一個自動機械臂抓取，抓取了給到下一個平台生產鈦合金的。然後這個鋼鐵，你可以弄一個機械臂在這裡給到最後一個納米鈦合金的。這裡還落了一個沒有講的地方，就是這個大氣冷凝機。你在使用的時候需要按下這個循環鍵，然後再點開啟，這樣它才會持續不斷的產生氫氣。而且這個資源罐呢，你是一定要開啟這個輸出的。開啟輸出之後，你把鼠標放上去，它會顯示關閉輸出這麼一個狀態。現在它就是正在往外輸出的狀態，否則你關了的話，資源它就不出來了。還有呢，這個化學實驗室也要按這個循環鍵。下一個石墨烯。這個平台我覺得沒有什麼好說的，就是一個石墨，然後需要連安，連安是上一個生產線給的，然後呢按循環鍵生產石墨烯，大概這樣子，也不需要什麼大氣成分。然後呢下一個機械臂把石墨烯拿過來給下一個鈦合金，鈦合金需要瀉石，瀉石精煉完之後就變成鈦，所以說精煉你需要一個熔煉爐，我這是任務獎勵的一個便攜熔煉爐，你也可以自己造一個大的熔煉爐放在這上面，這熔煉爐做一個大的放在這裡其實也可以，也裝得下。如果你用的是超大型平台 C 的話，至於我為什麼不直接放一個大罐子裡面放上鈦在這裡，那是因為這就多了一道工序，你倒不如把這個原來的礦石直接在生產線裡精煉了。所以我們建這個生產線的意義是什麼呢？就是為了讓我們盡量少動手，對吧？生產鈦合金的話是需要大氣、氮氣。這個氮氣呢，我們就沒辦法再放大氣冷凝機了，因為這個平台已經放不下了。那有的人說，那我再放一個平台行不行？這不行的。你再放一個平台，就意味着你需要多用一個機械臂來把這個大氣傳到這裡。那這個生產線就變得複雜一點了，其實不是那麼美觀。所以我就想，那最好的辦法也就是我直接放一個中型汽油罐，這裡裝滿大氣，裝滿氮氣。氮氣在母星就可以獲得，在這個星球氮氣資源是非常豐富的，你可以很快的精煉出，很快的冷凝一些氮氣。那有的人說，那為什麼不直接在這個平台上放一個大氣冷凝機，這樣就不用自動機械臂了？那是因為你放不開呀，因為這個鈦合金的生產材料，這個大型資源罐你放了，然後自動機械臂肯定要放，然後呢，熔煉爐你肯定要放，你哪怕放一個小的，它都佔了一個地方了，你就沒辦法再放這麼一個大氣冷凝機了。那之前那裡能放大氣冷凝機，是因為這裡少了一個熔煉爐，對吧？所以說現實情況就是這麼複雜。我這裡的氮氣正好用完了，如果你要換資源的話，一定要先把這些罐子給它關閉輸出，再把罐子拿出來，要不然你的空位會被很多資源佔住，這樣你就沒辦法放這個罐子了。所以說這是一個半自動生產線，你再怎麼想自動，到最後也是一定要手動給它添加資源的，因為像鈦這種資源，這個星球沒有啊，你必須去從外星運回來，然後才能放上去。那你說要是去外星來生產呢？去外星生產，它母星的資源你又需要運過去，所以這是一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事情。鈦合金完事之後就是鋼鐵了，鋼鐵這裡和鈦合金必須是並列的，因為它最後都要給納米碳合金，距離是要保證的。這個鋼鐵化學實驗室按這個循環，它需要鐵，還需要氬氣，還需要碳。這個氬氣去哪兒弄呢？是需要去格拉西歐合成的。格拉西歐建一個大氣冷凝機。鋼鐵是需要的材料最多的東西，因為它多了一個大型資源罐。像之前這個鈦合金呢，它有一個石墨烯是上一個生產線給它的，它就少了一個資源罐。所以說這個鋼鐵它就把這些所有的地方都占滿了。一個大型資源罐裝碳，一個大型資源罐裝鐵。這個鐵呢，你沒有辦法在這個平台精煉，你只能去別的地方把你採的赤鐵礦通過熔煉變成鐵，然後這裡放氬氣，然後把這個自動機械臂擺正位置。這裡問題就來了。你可以看到這裡我放了2個中型存儲，絕對不是我瞎放的。你可以放任何東西，只要它能夠有卡槽可以接收東西就好，但是距離不能太遠。所以這裡我為了簡單就弄了2個中型存儲。這個呢是用來接收這邊的鈦合金的，這個是用來接收這邊的鋼鐵的。因為這2個方位有點偏差，所以我就弄了2個，一個是抓取鋼鐵的，
一個是抓取鈦合金的。那有的人可能覺得，為什麼不能把這2個平台靠得近一點，然後讓它自動抓取，就不用平台了？其實不可以的，這個我試過，這2個靠得太近也沒有辦法，因為這2個靠近了之後，它有一個體積的問題，有一個角度的問題，它實在是別扭，所以說你還是弄一個中间的銜接吧，我覺得這是最乾脆的解決辦法。最後這裡就是一個纳米鈦合金的生產，這裡需要氦气，這個氦气的生產需要去阿特洛克斯，可以在那裡弄一個大气冷凝机，最後弄一個大型资源罐，在這裡存上納米鈦合金。現在又生產了105個，我這裡還有一個400個的大型资源罐裝滿了，這是我之前生產的。總之，需要納米鈦合金的地方也不多，但是这個遊戲已經玩到這個程度了，我覺得已經不是有沒有這個資源的問題了，而是你能不能建立起一個生產線，就是這個過程嘛，就是這個自得其樂的自己構建出一個東西的過程，对吧？就像寫代碼一樣，你自己能夠創建出一個邏輯。不管優不優美吧，它都能跑起來，它都能夠實現你的目的，這個很開心。就這樣吧，我們下一個視頻再見。